美国打破了自己的神话，承认击中波兰的导弹是乌军发射的，或帮中国一个忙。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卢忠诚，欢迎来到本期忠诚 Talk。 经过多方调查研究导弹击中波兰一事水落石出了。原本以为美西方会借此契机，北约会亲自下场介入俄乌冲突，可没想到就当美国和北约真的即将面临要下场的时候，他们却保持得异常冷静，纷纷主动为紧张局势降温，承认了击中波兰的导弹是乌军发射的。那么美西方为何选择这么做呢？当然了，乌军并不是有意要向波兰发射导弹的，而是乌军防空导弹的一次意外。只不过这次意外差点成了第3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毕竟如果美西方一口咬定称这枚击中波兰的导弹就是俄军发射的，俄军又能怎么办呢？要知道，在这次俄乌冲突中，美西方不知道向俄罗斯泼了多少次脏水，污蔑过俄军多少回了。可以说凭空捏造，制造出一些不利于俄罗斯的信息，以便号召更多国家站到反俄战线，这是美西方信手拈来的事情。远的不说，就拿这次 G20 峰会来举例，美西方媒体就炮制出俄外长刚下飞机就病重住院的假消息，以此蓄意向俄罗斯施压。好在我国外长与俄外长在此关键时刻进行了一场会晤，打破了美西方的险恶图谋其实我们说来说去，也就是想说明一点，那就是美西方为了打压俄罗斯已经是不择手段，即便他们清楚这枚击中波兰的导弹是乌克兰的，但他们也可以谎称是俄军发射的，这样就给北约一个亲自下场的机会。可是美西方国家为何没这么做呢？反倒是替俄罗斯澄清了真相，把矛头指向了乌克兰呢？要知道，就在一开始，波兰方面也是想把这顶帽子扣给俄罗斯，只不过美西方想要主动降温，波兰这才转变了风向，表明爆炸是由乌克兰防空导弹造成的。可以说，只要美西方想要污蔑俄罗斯，他们稍加配合，俄罗斯就会被坐实了，然后西方也就有理由采取更多针对俄罗斯的措施，美国也就能打着保护盟友的幌子，在俄乌边境部署更多的先进武器，从而对俄罗斯构成更严重的态势，压缩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分析认为，美西方这种选择的背后释放出了一个信号，也就是美国以及整个北约组织中的西方国家都不敢真的下场同俄罗斯打一场，即便摆出了一副咄咄逼人的态势，也不过都是舍利内荏，虚张声势罢了。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和西方国家害怕亲自下场，打破了他们自己的神话。什么神话呢？也就是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初，美国以保护盟友为由，就在波兰境内部署了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而美国和西方一直都认为这一系统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防空系统。既然美西方承认这是一次意外事件，也就是说乌克兰防空系统误射导弹导致的，可是为何连误射都能打到波兰境内，爱国者怎么就没有对此进行拦截？难道又是一次集体失灵了吗？这里向大家解释一下，之所以用到一个又字，是因为爱国者防空系统已经不是第一次失灵了。早在几年前，美制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甚至都无法应对胡塞武装以及伊朗的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的袭击。在当时呢，这给装备了大量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沙特造成了石油设施的重大损失。所以乌克兰导弹误炸波兰一事会再次引起国际社会对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看法，而这或许会帮中国一个忙。什么意思呢？大家只要仔细关注沙特在珠海航展上对我国的导弹防御系统表现的是有多么感兴趣，就应该能猜到一些可能性了吧。好，各位网友，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欢迎大家关注，我们下期再见。